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8月20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1的节目。我们今天有2个主题，第一个，人大搁置反制裁法和北戴河会议；第二个是拜登的战略清晰是口误吗？好，我们来讲，先讲第一个啊，就是人大搁置反制裁法。其实这个题目有点不准确，因为人大是已经通过了反制裁法，我们讲的搁置反制裁法其实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把这个反制裁法呢，延伸到香港啊，我们讲的是这个动作啊。新闻是全国人大常委会8月20号在北京闭幕，那么原本预料本来会将反外国制裁法纳入香港基本法的附件3，结果呢？结果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决定暂不表决，啊，要对相关问题进行继续研究啊。那这个处理的方式呢，非常不同寻常，我们叫什么？张弓搭箭，引而不发。那么新闻是去北京开会的人大常委会，人大常委是谭耀宗啊，谭耀宗当时在8月17号说这个会议，人大常委会审议反外国制裁法，把这个反外国制裁法纳入香港基本法的附件3，把一个全国性的法律纳入香港基本法的附件3。是基本法的一个设计啊，就是说为了方便中国把一个全国性的法律延伸到香港去，这是一个技术性的操作模式啊。这个实际上是我给基本法留一个后门啊。那么中国就利用这个后门呢，去年呢就把这个国家安全法，国安法就延伸到了香港，那么香港就翻天覆地变天了，就这么来的啊。那么这次呢，又想准备是要把这个基本法，把这个反外国制裁法用同样的模式，延伸到这个用附件3的形式延伸到香港去啊。那么谭耀宗他是人大常委啊，去开会，开会之前呢说这次我们要做这件事情，然后呢估计在人大常委会闭幕前就会通过这个决定啊。那么决定会要求这个特区政府建立反外国制裁工作机制啊，工作制度和机制，在香港实施啊。那然后就特区政府要跟进。结果呢，这件事情呢，星期五呢，谭耀宗回来就说啊，这次人大常委会就是决定啊，是委员长会议已经决定了，不表决这件事情，不付表决就等于这件事情就搁置了啊。那么这个陈道营是一个政治学的学者啊，通常他会去评价香港的一些动作啊，政治决定。陈道营说人大常委会临时叫停表决，做法不寻常啊。他说他相信是中共中央高层做出的决定，跟最近中国经济情况有关系啊，因为从政治上来说呢，有出台，有把这个反外国制裁法延伸到香港的必要。他说政治上有这个必要，但是客观上经济上又不可行。为什么？因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不能把外资都吓跑了啊。然后港澳研究会的理事田飞龙说如果要在香港实施这个反外国制裁法，也要研究在香港的企业面临外国制裁和中国反制裁的时候该怎么做决定，以及能不能够申请豁免啊这些问题啊。那么美国的企业在香港的有很多的商业活动，那么中央需要评估美国企业和香港发生脱钩的风险，所以要顾及美国而且美国会持续打击香港经贸地位的一些挑战，这都是一些反应。
那么港澳研究会的副会长叫刘少佳，刘少佳原来是个学者啊，算是学者从政啊，就是他说呢，他其中有一个原因是西方国家通过外交渠道找中国方面表达关注，说这个事儿影响很大，所以中央需要进一步的讨论。然后呢，就是香港工会啊，香港工会的这个主席叫施颖英，他说这个决定很好啊，欢迎这个决定啊，大概就是一件这样的事情。新闻本身呢，反外国制裁法是6月10号，今年6月10号，人大常委会通过啊，表决通过，内容主要是有3个，第一个就是。有关部门可以决定将直接或者间接将个人或者组织列入反制裁清单啊，就他也建一个清单啊。那么这样可以包括他的配偶和直系家属，或者是这个组织的高级管理人员，把它放到这个清单里面去。然后具体的措施包括什么呢？包括不发签证啊，不准入境啊，或者是查扣在中国境内的动产不动产啊。那么第三个内容就是，第三点就是如果外国对中国采取了这种制裁措施，中国就自动会启动这个反制裁的这个行动啊，大概是一个这样。那么7月23号，中国首次启动这个反外国制裁法，制裁6名美国人和一个美国组织。这6名美国人就是前商务部长罗斯，然后这是美国国会美中经济暨安全检讨委员会的主席白嘉玲啊，美国国会与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前办公室主任Jonathan Stever 啊，还有一个就是民主党国际事务协会啊金度宇啊，然后是美国国际共和研究所啊，然后在香港的授权代表亚当金啊几个，组织就是在美港人成立的这个香港民主委员会啊，就制裁这几个啊。那么列入附件3的这个过程呢，通常，反外国制裁法7月27号，其他的就没什么了啊。列入附件3的有包括像什么国旗法啊，像什么国籍法啊，像领海声明啊等等啊。列入最重要的影响就6月30号就是去年6月30号啊，那么就是人大常委会就通过了这个把这个基本法、把这个国安法列入附件3的这个决议，然后就发生了香港的这个。那现在的问题是，那我们来讲讲这个事情，我认为是一个蛮重要的事情啊。这个法律本身不是特别重要啊，就是说对中国来说，这不是个很重要的法律。这种因为这个法律没什么效力啊。为什么？因为外国人啊，特别是政界，因为他针对惩罚的都是从政的外国人，从政的外国人会有资产在中国吗？我觉得不靠谱这事儿。还有就是不让别人入境，不给别人发签证，美国可以啊，这对美国来说，不给你签证，不给你入境，或者是查封你的资产，对美国来说这是很有利的措施。但是对中国来说不是，为什么？因为中国不是美国啊，没那么多人想去你那儿，你天天的中国天天还是希望别人来中国。你用这种方式去惩罚别人，这个完全没有效果，所以这个法律本身是没什么效果。但是这个法律把它放到香港去，影响就会非常大。为什么？商业机构啊，你想一下，美国
去制裁中国，然后呢，中国呢就反制裁。反制裁对于美国的商业机构来说呢，他并不担心美国他只需要跟随美国制裁，就是跟随美国制裁措施就行了。那如果中国不做声，哎，他就算了，他就这关算是过了。但是如果你反制裁的话呢，你的问题是，这些跨国公司在中国还好办，在香港就不好办，因为香港真有法治啊，在中国是没有法治，所以都是看脸色，脸色难看我就跟一点点，脸色不难看我就装傻过去就算了。但香港不是，香港真有法律，香港真是个法治的地方，所以如果比如说我们举例，比如说美国在制裁中国，然后香港自动启动一个反制裁机制，在香港的金融机构就麻烦了，他跟不跟呢？他要是不跟美国的这个政策走，他会被美国制裁。好，他要是跟美国走的话呢，他会被香港制裁。这是一家在香港的，我们比如说证券公司或者投资银行，那他就面临我不管怎么做，我都会被制裁，那我怎么办？我就走呗。所以呢，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香港有人在分析估计，就如果香港通过了反外国制裁法，就这件事情延伸到香港去，那可能有一半的金融机构都会走掉。所以这件事情对香港来说是天大的事情。你想，香港是个金融中心，如果金融机构有一半都走掉的话，这个金融中心就别办了。所以后果就是这么严重啊，这是第一个。那为什么要？那当然这件事情停下来，这也就是说，基本上这个事儿，我给他的定义就是，它叫搁置啊，搁置。所以我昨天我在推特上说，今天我在推特上说，我说可能他偷看了我们的节目我说偷看了这个海外自媒体的节目，我没说我的节目。然后有网友说，可能是他偷看了你的节目，我的节目有说这件事情。但是呢，我觉得当然不是啊，这件事肯定不是这样我们来分析这点。第一，他为什么要把外国制裁法引入香港啊？做这个动作的目的是什么？刚才有评论说在政治上有这样的需要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吧做这个动作反映了什么？反映了习近平的底线思维习近平在第二个任期，他进入第二个任期之后呢，他采取的是比较激进的这种对外扩张的这种战略的总体思想所以底线思维就是这种思想的其中一个环节。它基本上它的对外战略基本上两个特征，第一个，扩张中国的影响力，扩张中国的势力范围，扩张中国的战略利益，这是第一个，就是从整体战略来说就是扩张，往外扩张，往外走第二个思维就是底线思维，任何情况下激战不退。所以你可以看习近平的第二个任期，在他的对外关系当中，他就算是再被动，他也激战不退，不退让，不做任何退让，不做任何调整，没有退路。他的思维就是没有退路，必须反击。所以反外国制裁法就是在这个背景下产生的，也是在这个背景之下要引入香港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习近平经常讲一句话，叫什么？叫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什么叫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就是我得斗，就是红卫兵嘛，我得斗，叫敢于斗争，就是我得跟你斗，斗到底。还有个善于斗争，我就得使坏，我得懂得使坏，懂得来事儿，这就是所谓的善于斗争，就是我得让你难受。那么为什么要把这个反外国制裁法引入香港？这就是他的所谓的善于斗争。香港是中美
角力的一个场所，也是美国投鼠忌器的地方。因为很多美国的金融机构在香港运作，所以你可以看，经常你看到很多动作，美国在针对香港的都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因为这里面它有很多的利益在里，投鼠忌器。那所以你难受是吧？好，我就把这东西引到香港去。这就是红卫兵思维，就是善于斗争，就是让你难受啊，就是这种思维。所以为什么要引入香港，就是这种思维产生的这个后果。那么当然，这个后果把这个反外国制裁法引到香港的后果，他知道吗？他提出这个方案的人一定知道，你想一下，一定是知道的。那为什么没有人跟习近平讲呢？为什么没有人提出来这件事情不能这么干，这么干后果很严重呢？我想是这样啊，我想的情况应该是这样。之前有人干过这种事情，就这个政策出来之后，有人提出这个政策，然后旁边一个人说这么干不行，这干后果很严重，然后这个人就死得很惨。这第一个人发生过，第二个又发生，结果后来就没有人敢说了。大概习近平身边的氛围就是一个这样的氛围，就是习近平说：“哎，这个事儿还不错啊，就搞吧。”没人敢提不同意见。那么习近平他自己知道这件事情吗？很多人认为习近平未必知道这件事情。我觉得是这样。他知不知道，或者是他什么时候知道，其实并不太重要。为什么？因为他根本不在乎。这有点像什么哈？这有个疯子拿了一把斧子，然后跑到自己的房子里，找个其中一个房间就在那儿砸，看见不高兴，这个瓶子不好看，啪打了，这个桌子不行，啪砸了。他就在房间干这个事情，这有点像一个这种情况。他为什么干？为什么他要干这样的事情？原因是，他觉得这个房子还很多房间，我就是看着这不顺眼，我给它砸了。看着不顺眼，我要让它消失。就这，他不在乎这些东西，反正我还有这么多地方，我还有这么多房间，这就是习近平的心态。就是要把他不喜欢的东西把它消灭掉，让它在他眼前消失。所以他知道不知道重要吗？没那么重要，他就是想让这件事情这么发生。我要的东西就要让它发生，我不想见的东西就要让它消失。所以这个情况就是大体上应该是一个这样的 situation。第三个，那么这件事情怎么会停下来了呢？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是习近平让他停下来的？当然不是啊。如果他会让他停下来，他就根本不会让它发生。所以这肯定不是习近平让他停下来啊。第二个时间，你看一下这个时间，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99次委员长会议8月19号在上午在北京开。那么栗战书主持会议然后也就是说，在委员长会议上19号定下来反外国制裁法，不去不延伸到不引用到香港去。这是什么时间节点？这个时间节点就是什么呢？就是北戴河会议结束之后。所以我们今天的题目就讲这个跟这个北戴河会议有什么关系？这个关系就是北戴河会议之后，反外国制裁法引入香港，这个事情就停下来了。这就是他们的关系。所以我们可以理解，在北戴河会议之前，这件事情还是要办的。但是到了开完北戴河会议之后，这事儿就停下来了。显然，让它停下来的力量不是习近平
所以我们就谈一下习近平和北戴河会议这件事情和这个会议的影响啊。第一，北戴河会议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发生了一系列的事件啊。第一件事情，中央财经会议，中央财经会议提出一个共同富裕的新说法。这个新说法其实是什么？其实是在纠正去年以来打土豪分田地的做法。当然，还有人在说这个共同富裕的这个说法是强调要打土豪分田地，呃，为什么？我比较懂中共的文件，所以你还是相信我比较好啊。这是第一个啊，第一个。第二个，李克强去郑州，去河南视察啊，去河南视察，兴师问罪，没有一句肯定，就是兴师问罪。郑州的国务院调查组现在还在郑州，李克强又跑到郑州去，兴师问罪，这是第二件事。第三件事情就是我们今天讲外国制裁法停下来，这三件事情放在一起看，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啊，什么特征？第一，纠正习近平的疯狂行为啊；第二，这些疯狂的行为会影响中共的执政地位，这就是这一系列行动他们针对的这些行为的特征啊。那么在这件事情当中，其实有一个我刚才一个比喻说，习近平就像一个疯子跑到一个房间里面，拿着这个砸东西啊，砸自己的地方。就比如说香港是个很突出的、一个例子。那么对于独裁者来说呢，他的心态跟中共集体领导的心态是不一样的。独裁的心态是什么？独裁的心态，我富有天下啊，我富有天下，我有这么多房间啊，我损失一小部分对我来说无所谓，没关系啊，我还有其他这么多地方。所以对于独裁者来说，我需要的是什么？我需要的是大局，能实现我想要的这个大局就行。所以你看，在香港发生的这一系列的事件当中，你看这是非常疯狂，就像这个拿着斧子在自己家里砸东西一样，实际上就是这样的这件事情。但是你可以看到，党天下跟这个习天下是不一样的。党天下是什么？集体领导，集体领导，天下是我们的，天下是我们的，不是天下是我的。那每样东西都不能少，为什么？因为这背后的利益我们大家得分的，不是你一个人的，我们得一起都得参与分的。所以你可以看啊，在对待香港问题上，江泽民也好，胡锦涛也好，跟习近平的态度完全不同。他是不是因为钱多了所以就无所谓了？不是跟钱多钱少没关系，跟对待他的态度有关系。所以你可以看，在江泽民时代，在胡锦涛时代，他们也想改，他们也想在香港渗透，做很多能够控制的事情。其实你可以看到，中共对香港的渗透一天都没停止过，包括文革期间他也没停止过。中共一直在，中共还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没成立呢，中共就在香港搞地下工作，一直没有停过。他都想办法要控制他，控制他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能办成他想办的事情，但他从来不会把这个香港给干翻。就算是文革期间香港暴动，香港暴动也没有把香港给干翻。为什么？他在这里面还有很多的利益。但是习近平不同，习近平你看，把港版国安法往香港一搞，那就是基本上就是一通乱砸，就要把香港这个房间给移平，重新搞，就这个态度。这个态度跟前面不一样，决定的因素差别在哪里？差别就是这心态，一个是独裁者的心态，就是习天下的心态；一个是党天下的心态，所以他心态不一样，所以结果也不同。
这就是我们这次通过这个反外国制裁法引入香港这件事情停下来，我们看到的情况。这个情况反映了什么？最重要、最要害的反映了什么？反映了习近平的位置歪了一点，对吗？为什么？因为他定的事情要停下来，这就是现在你可以看北戴河会议结束之后，你看到我看到的这3件事情，反映了习近平的位置歪了一点。这个歪了一点什么意思？我觉得对20大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在20大这个关口，习的位置没那么安。之前不是北戴河会议一结束，很多自媒体跑出来说习近平安了，这个笃定了。我觉得没那么笃定了。现在这么看的话，习近平在20大连任这件事情没那么笃定。OK， 好，我们讲第二个，拜登的战略清晰是口误吗？这件事情是我先重复一下昨天的新闻。美国总统拜登8月19号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 ABC 关于阿富汗问题的访问时，被问到美国在从阿富汗撤军之后，台湾还能否指望美国？他说我们对第5条款做出了神圣的承诺。第5条款就是北约第5条款即如果真有人入侵或者对我们的北约盟友采取行动，我们就会做出回应。日本也是，韩国也是，台湾也是。那么根据北约的公约第5条款，每个成员国都应该将针对任何成员国的攻击视为对自己国家的攻击。那么拜登的这番话呢，等于改变了美国长期以来对台湾采取的战略模糊政策。那么这个政策如果把战略模糊的政策改变了，那就什么意思？就是战略清晰。战略清晰是什么意思？就是美国政府清楚明确的告诉全世界，如果你对台湾采取叫什么入侵或者是采取行动，我会做出回应。这就是战略清晰。好，我们看一下中国的反应。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8月20号的记者会上说，香港中评社的记者问这件事情说8月19号美国领导人，他不说美国总统领导人接受采访时称，台湾、韩国、北约与阿富汗的形势有根本不同，美国已经就北约宪章第5条作出庄严承诺，如果有国家入侵北约盟友或采取行动，美国将做出回应。对日本、韩国和台湾也是如此，中方有何评论？好，他连美国总统都不说华春莹说，我注意到有媒体称这也许是个口误。这是一个回应吧。第二，台湾确实和阿富汗有根本不同，阿富汗是一个主权国家，而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第三，一个中国原则是任何国家不可逾越的红线和底线，中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坚定意志和强大能力然后就到底有谁在说拜登是口误呢？我看到的外国媒体没有人说外国媒体没有人说。现在我看到的就是2个人说，第一个人叫刘世杰，刘世杰在他脸书上这么说，他说，拜登接受采访的原文，拜登提到的一段话，是指美国对台做出承诺，如同美国对北约做出承诺，并非美国对台湾的承诺跟美国对北约的承诺相同。他说这2者的意涵不同，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拜登谈到台湾是好事，但不等于我们可以抓着人家的话，马上敲锣打鼓、欢天喜地的昭告天下。他没有说，刘世杰也没有说这是口误
那么另外一位 YouTuber 啊，就是叫范奇飞啊，范奇飞在他脸书上说两点，第一点说这个拜登讲话太快啊，第二点，这是一次拜登在阿富汗之后的事件之后的表态，将台湾和日本、韩国并列在一起，相信是应该为了安抚这个盟友啊。第三个，美国将会信守对盟友的防卫承诺为核心，但是呢，不能够贸然解释为美国对台湾的国家定位有新的见解，嗯、然后呢，这个《环球时报》8月20号发了一个社评啊，社评其实是香港的叫法，我们中国叫这个社论啊，它叫社评，学香港啊，办海外媒体啊。第一，中国绝不会接受拜登这份口头发出的威胁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中国的强大军事能力和国家意志足以让我们蔑视他的说法啊。第三，美国一直就台海问题保持战略模糊，这其中就包括在台湾发生战事时，美国是否出兵啊。第四，不光美国，中国同样保持一定的战略模糊啊。那么第五，台湾方面也是如此啊。第六，他就问，他说：“请问拜登先生做好准备了吗？他领导的执政团队做好了准备吗？如果大家都放弃战略模糊，让台海局势自由落体发展，最后中国大陆、美国和台湾会在哪一个方向，哪一方心脏和神经受不了？这就是臭流氓，这臭流氓，意思就是我们就让他自由落体，谁玩心跳，谁会心脏受不了。”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发展。那然后就是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啊，Ned Price 8月18号说，他说：“你们看到我们对北约的投入，你们已经看到我们对印度太平洋地区的投入规模超过往届美国政府。你们也看到我们支持我们的伙伴，无论是台湾、以色列还是任何其他国家。”或者与我们有坚实伙伴关系和承诺的其他实体。好，我们来讲一下这个事情，我就再多的反应我就不说了啊。大体上，其实对于这件事情的反应是蛮多的啊。我讲几点，第一点，美国总统没有口误。我讲的美国总统没有口误的意思就是，美国总统从来不口误。为什么？因为他是美国总统啊，所以如果发生了口误，如果发生了误会，那是因为你理解错了啊。这是，然后呢，这里面有一个问题是什么问题？这就有点像这个婚姻和我们以前有一种说法叫先上车后买票，还是先买票后上车？对婚姻啊，在婚姻当中，那么是的，那当然就是说，你应该先买票，然后再上车，对吧？这合法合理的做法应该是这样。但是有些人呢，也会先上车后买票，反正我也买票。现在的问题是，有些人质疑的是什么？就是说，拜登，你要是真的要改变这个战略模糊的话，你是不是应该把条约啊这手续全给办了，我才相信你这是改变政策。在这个问题上，其实讨论问题其实很无聊。为什么？他上车以后不补票也没关系啊，只要他认账就行，对吧？这个问题的核心是什么？问题的核心是他到底进不进房间？他进房间，这事情就已经办了嘛，把这事情就等于已经办了。所以核心的问题是什么？核心的问题是，就算他是口误，我们都知道美国总统讲话他不能乱讲，他讲话都是有后果的，包括他自己也很明白这一点，他也不能乱讲话。拜登也不是个乱讲话的人，所以就算是口误，我们翻过来讲，退一万步来讲，就算拜登是口误，如果他发现，诶，这口误效果不错，我就认了，不也挺好吗？所以呢，
当然，从我们做的这里来看，拜登的那个访问，毫无疑问，拜登讲的这番话什么意思？第一是止损啊，阿富汗事件之后，美国的对外关系政策受到冲击，然后美国被质疑，美国的对外政策被质疑，所以美国要去止损，要去补救，或者是，所以拜登出来讲这番话叫什么？叫急救章。你去看一下，你去看一下历史，所有的历史进程都是急救章，都不是坐在那里打算盘，打完算盘之后我们出一个这个政策，都不是。你看到所有的历史重要的进程都是急救章，就是没办法，这件事情到了这儿了，赶紧去办，想个办法把这个问题这个堤坝漏水了怎么办？随便拿个东西就堵住它，这个东西就是政策，这就是急救章。现在美国对外政策被质疑怎么办？拿个东西堵住，堵住是什么？那个东西是什么？战略清晰呀。所以所有的历史，你看，你去回头去看一下，重大的历史，所有的重大的历史都是急救章，过了就过了，这是第一条。所以我认为，任何一次，不是哪一次，是任何一次历史进程，都是被事情逼着往前走的，没有自己坐在那儿想好了，哦，我明天搞个新的政策，把这事情往前推动一下，不是的，其实后面都是被事逼着往前走，没有自己往前走，这是第一个。所以我认为，我们现在在这里去我就说大家去讨论拜登是不是口误这件事情，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他讲完这个话以后，美国到底认不认账？美国会不会认账？当然要认账。他要是再不认账，谁还信他呀？所以这件事情一定是会继续往前走，不会停下来，影响是巨大的。有多大的影响？就假戏真做了呗。就是本来是做个样子啊，我跟他关系挺好。你看，我今天晚上就去他家，今天晚上去嘛，你必须去，必须去，这就是结果。结果他晚上真去了他家，这事儿生米煮成熟饭，中国那边就急了。所以你看，为什么华春莹要把它说成是一个口误？意思是什么意思？哎呀，他真没去，他没去，他其实没去，生米还是生米。所以呢，这个局呢，我认为这个局就已经成了，回不去了，就叫中美关系回不去了，两岸关系也回不去了。那中国很被动，现在中国很被动。你看华春莹的那个话，你就知道中国现在非常的被动。美国为了证明，为了这个止损，为了在阿富汗问题上止损，挽救他的对外政策，挽救他的信用，他会做什么？他会做两件事。第一个，他要做更多的事情，对吗？你想一下，是不是？他被质疑啊，那肯定要在亚洲、在印太地区要多做事情，做更多的事情，这是第一个，来更多的事儿。第二个，在所有的问题上，他得更强硬，对吧？你又不做事，又不强硬，那所有人都怀疑你。你所谓的把民主人权放在你的外交政策的中心，你是说的吧？那得怎么办？那得为了证明这个外交政策，你得做更多的事情。这就是我认为拜登昨天的讲话，他的影响就是这样的影响，而且中国不会在阿富汗事件当中获得任何好处。你可以看现在马上就付出代价。好吧，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到，我说我们明明是要给大家更多的时间讨论啊。好，我们今天就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
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进入互动之后，请大家不要聊天，四个情况、问题、观点、情绪啊。明谢 TT 谢谢 Kiki 谢谢 Jessie 蔡谢谢咖喱饭谢谢 OK 提问：北戴河会议后，李克强视察河南没有被官方报道。20号，国务院副秘书长调任人民日报纪检组长。人民日报报道了李克强视察的新闻，请问王先生，这两者之间有没有什么关联？国务院副秘书长那就是李克强的人了，对吧？去人民日报当纪检组的组长，那就是要查人民日报呗，啊，那人民日报报道了李克强的新闻，那就是不敢不报呗，对吧？啊，就这个意思吧。有没有关联？我看不到因果的关联，我猜，我就这么一猜啊。提问：请问王老师，政策方向的变化是不是显示中共还是具有一定的自我调整和纠错的机制？哎，这是个好问题啊。中共活了这么多年啊，你看把中国给折腾成这样，中共还活得好好的，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这个。你看这马上掉下去，好像他又往回走了。这就是他还是有内部的一些内部的机制来自于什么？来自一个根本的东西，不是理念，不是结构，是什么？利益。为什么？中共认为天下是他们的，习近平认为天下是我的，中间是有矛盾的。然后当中共的高层发现不行，习近平再这么往下去，我们的所有的利益都没有了，那怎么办？我们得联合扛一下。现在我认为就是一个这样的时机啊。观点：中国经济部分的现代化，但是缺少民众启蒙，所以即使推翻了土共，也无法立刻民主化。但是土共一直在愚民，所以想启蒙还得先推翻中共。你这车轱辘话翻来互为条件，我就没办法评论了啊。观点：香港回归到现在 ，CCP 的渗透对香港司法的影响很大，而 CCP 经常说一些意见人士勾结外国势力，不允许新闻从业人员发表不利的观点。这种扣帽子的行为显示 CCP 只能允许一种声音，这对多年来建立的民主自由氛围很不利。一国两制、港人治港这个口号日益显得很假，它也就是一个口号。中共一直在渗透香港，一直想办法控制香港的媒体，从报纸到电台到电视台，他就要控制这些媒体。那么现在有个动作，有件事情把他的如意算盘给打破了。为什么？跑出自媒体，自媒体哐当一下就跑出一堆媒体来，他控制不了了。为什么？因为现在香港的自媒体已经比传统的媒体更有影响力，所以你可以看到，在香港的这个 YouTube 平台上，跑出来很多这些传统媒体搞的自媒体，啊，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大外宣了啊！观点：如果习近平现在的位置歪了，20大不能顺利连任，那就很可能暂时不加速了，中共又可以续命10几20年，那可是中华民族的大不幸。不知道，你们别一下子我们先看吧，对吧？不要那么快出结论嘛，这个世界上哪有那么快出结论的？结论天天都能看到的话，那就不是结论，那就是过程。你说呢？好吧。提问：美军离开阿富汗后，塔利班和伊朗应该很难友好相处，中亚各国也不乐见塔利班重新执政，俄罗斯更是不愿意看到中共介入这一区域。请问王老师，中共为塔利班提供支持，是否能够成为中国外交的一个负资产？不知道会不会成为一个外交负资产？我觉得，第一个，我不觉得中共现在是口惠而实不至嘛，
嘴巴上说点好听的，但到底他有多大的投入不好说，不好说。这是一个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我就还是那句话，中国肯定是把阿富汗当做他的一个战略机会的，这个没有疑问。这个网友说的非常的对，其实有一个国家在这件事情上是有很大发言权，而且有影响，是谁呢？就是俄罗斯。所以中国在阿富汗问题上，它主要的战略方向是什么？顶住美国，是针对美国的。你可以看他讲的很多话都是针对美国的。但是中国到底会在阿富汗做多大级别的投入，不好说。我觉得他有期望，但是他也得看看这个俄罗斯的态度。因为如果他把这事儿给做过了的话，把俄罗斯给惹翻了的话，那小不忍则乱大谋。对中国来说，俄罗斯的支持很重要，所以这里面有一些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个1+1等于2的问题啊。情况，国民党江启臣今天在接受广播专访时说，熟悉外交事务的拜登这次口误的几率或许有，但不到非常严重的口误。拜登试图表达美方的承诺，台湾不用过度放大解读。个人感觉是，蒋介石差不多被这群王八蛋气活了啊！我就说了嘛，我说国民党应该是一个被台湾人民放弃的党，或者是抛弃的党，他们已经变成了一堆垃圾了。观点：中共其实心知肚明，台湾并非不能武统，运军演意外侵扰都不敢连军演意外侵扰都不敢，因为那样做会招致中共的灭顶之灾。美国步步紧逼，中共只能一退再退，死要面子活受罪，不是面子问题，不要拿面子来说事，面子就是里子。观点：拜登提到北约第5条款、美日共同安保条款、美韩共同防御条款跟台湾关系法，等于告诉中共，你要是打台湾，我就介入，只要我一介入，我就跟你开战，意味着北约也会参战，日本跟韩国也会参战，你好好想想打台湾的后果。对啊，讲得很清楚，讲得很清楚。你攻击北约的任何一个国家，北约的所有的国家都会和你打仗，这就是北约存在的价值啊。王老师你好，请你评估一下年内拜登和包子会会晤吗？现在不是在安排这个10月30号的 G20峰会上见面吗？现在没有说有新的说法，但是本来来说应该是上一次就是双谢会就是美国副国务卿和这个中国副外长的那次会面，应该是要讨论这个布林肯和王毅见面的事情，而王毅和布林肯见面就是为拜登和习近平会面做准备的。但是这双谢会呢，就没有谈到这个习近平跟拜登见面的事儿，也没有谈到这个布林肯和王毅见面的事儿。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件事情似乎又有悬了起来啊！这个悬法有点不靠谱。怎么说呢？理论上来说，领导人峰会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他肯定背后有一系列的战略意图的啊。那么现在因为一场这样的冲突导致了不谈，中美之间的这种战略节奏可能又在发生变化。我觉得这发生变化的其中一个点是什么？就这个月的病毒报告都在等这个事儿，所以那个事儿先不谈，有可能是这个原因。
提问：毛在权力受到挑战的时候，会适当的退后，然后加倍的打击报复，比如整掉高岗、彭德怀，然后是刘主席啊，刘少奇啊。请问王老师，习是不是也是权力高手？比如利用反腐把对手都干掉，靠权力治国是中国人的灾难。中国一向是靠权力治国，一直自古以来都是这样。所以中国人一直在灾难当中。我不知道习近平是不是权力高手。习近平从他上台到现在，短短这么长时间，习近平大概用了2、3年的时间就全部控制了权力啊。当然，其中有个帮手就是王岐山，王岐山帮助他把权力掌握住啊。王岐山因为在那个位置上，他算不算权力高手？我觉得这是个决定性的合作，就是习近平跟王岐山的结盟是个决定性，令习近平迅速的获得了权力。当然，中间有个原因是什么？中间有个原因是他利用了胡锦涛和江泽民之间的不和利用他们不和，迅速的把他们分化瓦解，所以他迅速的获得了他自己的权利。后面的事情就基本上跟他的能力没有关系了。我觉得习近平获得现在的权力，核心的是他跟王岐山的结盟这件事情是关键。所以他是不是高手，我觉得跟高不高手没关系，而是结构性的，他获得结构性的权利提问：请问王先生如何看待目前 CCTV 宣传的共同富裕？你可以参考我们前天的节目，好吗？情绪，王老师好，这是我第一次留言。我的家乡是嘉义，台湾的一个小小的安静的城市。我们虽然地方小，却从不压迫畏惧，不对压迫畏惧。从清领时自主民兵对抗强盗，到日治时争取自治，228时为人权而战。国民党喜欢把他们的畏惧强加在民众上。但祖先们从没有对压迫表现畏惧。与其相信国民党的勾兑，我宁可相信刻在祖先血脉里的这份血性和坚强。非常好，非常好。所以我对台湾是有信心的，我一直对台湾非常有信心啊。情况，台湾内部正在公开查办军中的共谍案，相信会进一步向国际社会表达台湾反共的决心。OK， 情绪坐标台北，这次阿富汗事件令台湾开始脱离被动的情况，令人高兴。然而，代价是阿富汗将陷入万劫不复的状况，又感到愧疚。阿富汗的局势还有变数。阿富汗的局势，塔利班虽然现在正在准备他的全面接管他已经宣布成立这个政府，但是我觉得还是有变数现在不是一个既定的结果观点：中共讨好塔利班是有原因的，打不过君子就耍流氓，打不过流氓就同流合污。提问：请问王老师，华春莹说拜登是口误，是否说明中共真急了，还是心存一些希望？说他口误呢，当然是降低影响降低影响，把这影响降下来他说的是口误，但是对中国来说，他真害怕。美国真是要战略清晰的话，你说他怎么办？如果美国现在，我们假设拜登政府今天宣布，我开个记者会，我宣布我们跟台湾建立盟友关系，我们签署一个这个安保条约，谁要是攻击台湾，我就保护，我就出兵。美国做一个这样的宣布，你说解放军会马上出动吗？肯定不可能吧。大家想一下，如果你要是出动的话，后果是什么？后果你要跟日本、跟韩国、跟北约打，
不是一个美国，美国后面有一堆的盟友，你打得过吗？美国本身，我都说美国的军队，全世界组成一个军队跟美军打都打不过，何况美军后面还有一堆其他的盟友呢。所以这件事情其实，如果美国真的宣布战略清晰的话呢，对中国来说，那是绝对是灾难性的后果，就是在两岸关系当中，这个天平一下子就翻过来了。为什么？中国大陆，你想一下，他们中国大陆和台湾处于分治。什么叫分治？是你吃你的饭，我吃我的饭，我不靠你，也不靠我，对吗？那中国大陆要统一，那你首先统一有很多方式，和平统一，你得对它有足够的吸引力，别人才愿意跟你统一啊。你没有足够的吸引力，他为什么要跟你统一？他要是不同意的话，你一点办法都没有，因为你们在分治，对吗？那好，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大陆要武统、军事威胁对方，如果美国现在战略清晰了，你还能威胁他吗？你不是在威胁他，你是在威胁美国，那你不作死吗？所以，如果美国宣布战略清晰的话，对中国大陆来说，对于两岸关系来说，绝对是灾难性，对台政策绝对是灾难性。就是原来他所有的对台的工具，不能说所有的无效，但是至少有个最核心的工具是无效的，就是武力威胁。武力威胁不了了嘛？那你还有其他的工具吗？统战，统战后面得拿把枪，你才统战有效。你后面不拿把枪，你统战，别人爱理不理你，你怎么办？这就是他现在为什么他现在的心情就是这个样子。观点塔利班是伊斯兰教里面极端的小支派，伊斯兰国家也大多反对塔利班。中国和塔利班搞在一起，只能是多拉仇恨。OK，情况最近，中共最近一次演习动用大型民间渡轮担任运输船，被解读成没招了，只能动用没武装的民间渡轮。这在正式的战场时简直是火把。所以你看，美国就出口那个，美国就出口那个自动火炮、自行火炮给台湾。那自行火炮一炮打出去，相当于打了五六七八炮，你就跟这个有关系吧？我觉得有点关系吧。观点：杜鲁门没有明确表示将武力保卫南海，斯大林却又因为杜鲁门丢失，斯大林又因为杜鲁什么意思？中国认为他软弱可欺，因此发动韩战。这次阿富汗撤军混乱，一些人认为拜登在国际事务上软弱。拜登现在在台湾问题上战略清晰，以避免重复历史错误。不过，我不认为美国的承诺是无条件的。前提可能是台湾不宣布独立。观点：首先，台湾没有理由主动挑起冲突；再者，中共现在更加尽量避免发生任何冲突，因为不管规模大小，势必都要吞下去。什么意思？我不理解。尽量避免冲突。OK。观点：华大妈说拜登总统口误，是自己给自己找个台阶下。套用一句经典的话，你信不信我不知道，总之我自己是信啊。大家知道这话从哪来的吗？温州动车追尾事件，铁道部的发言人说的这段话。观点：希望王老师能找机会说一说中国地产行业的风险和目前的债务违约情况。谢谢。地产行业现在不大好说。为什么？从面上看，地产行业的风险超大，超级大。但是现在，而且政府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都在不计成本的投入政策。然后现在的情况就是，我觉得现在以我的角度来看，我觉得现在中国房地产市场是处于
处于崩溃前夜啊？为什么？很多原因，我们回头找机会再说啊。提问：王老师你好，觉得国内文革氛围越来越浓，是只有小撮掌握媒体的人是这样，还是大部分国人都忘记了文革的伤痛？像文革这种明确的运动会在习三任时开展吗？第一个，当然不是国人忘记了文革的伤痛。如果你在文革有伤痛的话，你肯定忘不了。为什么？那是痛入骨髓的痛啊！所以经过文革的人一定不会忘记，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中国的大部分人是没有经过文革的人，经过文革的人有一部分人已经不在了，还有一部分人已经老去了，还有一部分人脑子洗麻了啊！所以这件事情，文革的伤痛和现在的文革氛围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啊，这是第一。第二，文革的氛围越来越浓，毫无疑问是习近平始作俑者，底下人拍马屁，然后这件事往前推啊。有没有人喜欢？红卫兵喜欢，除了红卫兵以外，没有人喜欢啊。在习近平的三任，我们先看看习近平能不能连任再说吧。我觉得这事儿没那么笃定。现在来看，我不觉得习近平在20大能够连任这件事情是那么笃定的了啊。提问：塔利班、卢卡申科、敏昂莱这些野蛮之徒，政治、经济、军事实力都被西方碾压，却能一路高奏凯歌。请问王老师，这是为什么？这是西方的伪善造成的呀。对呀，这就是我一直批评的西方的伪善。你既然要把你的人权和人权、民主、自由、人权放在你的对外政策当中，我没看见你做出什么事情来啊。这就叫口惠而实不至，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你可以去看一下，我们有专门批评西方的伪善啊。明线、唐伟，谢谢；CC 黄，谢谢；二师兄，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